宋白宇的车吗？老宋，你怎么来了？李远浩，我找你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今天上午我们刚见面，警察就去查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宋，这是按程序办事。什么程序？按照什么程序？我是律师，我去做证人调查，这有什么问题？你告诉我听。有问题吗？行了，别在这吵了啊，咱回去说。走了。老宋，那差不多得了啊！你火气千万别这么大。这按照正规的程序，我必须得查你啊！事情是事情，人情是人情。但如果是你举报我，这事儿我过不去。是你举报我的是吗？啊，这个咖啡好香呀，是什么咖啡啊？耶加雪菲，埃塞俄比亚的。这个呀，是入门级的豆，这种有钱人看不上的。怪不得你们俩是好朋友，都那么矫情。来吧，差不多得了啊，尝尝。又回检察院做基层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基层，我们挺重要的呀。我也觉得挺好的。行，我看上次那个提议就算了。要是咱们真在一块儿啊，万一哪天你大义灭亲，我会死不瞑目的。你快闭嘴吧，我也没想去啊。你们俩说的什么玄学啊？好，你们俩怪他继续聊，当我是空气。这么晚谁会来啊？怎么样？烫。哟喂，这还有一漂亮姑娘呢。您找哪位？我是林远浩的爸爸。爸爸。哎，啊？哎呦，白宇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还这么帅哈！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没跟他绝交呢？叔叔，快了。哎，难为你了。叔叔身体还行吗？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就老想让他回去跟我一块做生意，他也不去，我只好一个人这么挺着。难为你了。等会儿啊，我就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哪儿的。哎，问你们院处呗。嘿，我这当爹的不知道自己亲儿子住哪儿，我还得满世界打听。你怎么还麻烦燕出去了？这房子不行啊，这太旧了，也小了点儿。咱们家这条件不至于啊。我觉得舒服就行。原来你还是个富二代啊！
叔叔，你喝咖啡吗？哟，看看这姑娘，又好看又会聊天。我不喝了，我嫌那玩意儿太苦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你们俩住一块儿呢？啊，没有，也算是。叔叔，我叫林兰，我和他是同事，也是邻居。这是我家，不过我们俩分租。嗨，这样的房子分租跟合着住有什么两样啊？林兰哈，好，这名好听。哦，还又是同事又是邻居，哎，这更好。这个，哎，好好相处，多相处啊。你们两个嘴闭上，就我，没有我们。得，既然叔叔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一家3口团聚了啊！你赶紧滚蛋！没事儿，常来玩啊。好，叔叔，我再来看您啊。哎，爸，您今天到底来干嘛呀？外面下雨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干嘛呀？轰我们走啊？凭什么呀？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地儿。哎呀，一别说，我现在还真的有点累了。哎呀，今儿我就住这儿，今天我得睡这儿。啊，我睡哪儿啊？你叫什么？赶紧回去。回就回。叔叔，你要是他照顾不好你的话，你就来找我。行，没事，我到你那儿串门去啊。没问题。今儿打扰你们了。没事。哎，早点休息啊。哟，哦，这儿还有一个门呢。嚯！我想喝咖啡。我不会。巧了，我学会了。老钟，咱们欢迎钟检察官回来指导工作。我这次回来是专门负责王大治碎尸案牵出的古平案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办案组的同事：检察官孙明、钱阳，检察官助理郑聪。大家先坐吧。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子。14年前，市博物馆珍宝级藏品青花缠枝连纹方瓶失窃，这件文物十分珍贵，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。当时就成立了联合办案组，检察院提前介入，我是负责人之一。犯罪分子是团伙作案，留下的线索只有一个视频监控中的背影，但是很可惜，由于证据不足，加上公安办案负责人牺牲，导致此案没有结案。好在近日，
我们检察院的林远浩和林兰同志在查案过程中发现重大线索，上级领导非常重视，直接下达命令，重启办案组，重启国宝失窃案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就要辛苦大家了。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可是在你家搜出来的，你不认识？柜子是王大治的，我不知道里边有什么。婶儿，你再问他一遍。王大治从来没跟他提起过，也从来没打开过这个柜子吗？柜子里有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从来没有见过王大治打开过。王大治的事情不让我管，我也不敢问。胎质细腻，气性优美，又如凝脂啊！这从哪儿弄的呀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该这么问。这个也有这样啊？是吧？换人，替王大治接着问。针对国宝失窃案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，希望你能配合。哎，你知道乾隆青花、缠枝莲纹方瓶吗？是一件非常精美的仿制品。仿啊！不知道，高仿，绝对是高仿。领导，我就是偷了个假货，用不着这么审吧？博物馆里怎么会有假货？你不信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找人鉴定过，我偷的就是个假的。李队，你问他一下，一个赝品为什么要在家里藏了14年？在你家放了几年啊？14年了。虽然那东西卖不上价，但是这瓶子好看，我喜欢就留下了，放久了就忘了。秦老师，我知道您是这个圈子的权威，不过这个瓶子呀，事关重大，您能不能再给仔细看看？假的你也收藏？可以啊，把真的换成假的，就算被抓，也只能算个盗窃。哎，你挺会啊。行吧，你说的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偷的就是个假的。我的鉴定，我负责。其实我知道，这是林先往生前处理的最后一个案件。我比谁都想知道事实的真相。王大治，博物馆不是随便什么小贼都能进去的，从踩点到行动，你一个人不可能完成。你背后
我没打扰你们俩二人世界吧？不打扰，我去给叔叔送礼物，蹭个车。那我也不客气了啊。你摩托车又坏了。你是从什么细微证据又发现了呀？因为惯性。你们俩继续啊，当我不存在，开车。你这2天的事儿过去了是吧？过去了，要不然我找你干嘛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呀？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们还会查你。行，别聊了。靠边吧，靠边儿。我是律师，我懂法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东西拿上。这给你爸的。我也下车看看，你先自己回家。看来你们俩分歧还真的挺大的啊。宋律师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我想问你了不了解青花缠枝连纹方瓶？不好意思，我对古董不是很了解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王大志刚刚翻出一起陈年盗窃案，这件事情赵处跟我说过，我也不怕告诉你。帮王大志打碎尸案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跟他说得很清楚，这种10几年前的案子，我是不会再帮他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唐突了。没关系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，不要不好意思。能帮忙的我尽量帮忙。宋律师挺仗义的，叫我老宋就可以了。袁浩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我帮你打个车吧。啊，不用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我不想跟你聊工作。哎，等一下，关于宋白宇，我刚刚下车的时候跟宋白宇提到了缠枝连纹方瓶，他虽然回答的滴水不漏，但是他的微表情发生了变化。哎，等一下。他刚才就是这个表情，你看明白了吗？你再看一眼。耗时间、费精力，并都是能力可言。但是我觉得，环保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项目那么简单。其实我们很多人呀，他们执着于表面上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东西，他们就忽略了生活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——垃圾。垃圾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
赵总的签名我给你拿到了。哎，你要不要去谢谢他呀？我谢他干嘛呀？我要谢也得谢谢你啊。嗯，你今天去见李远浩了？嗯。我怎么觉得你对他有点不一样呢？我跟他呀，就好像一面镜子正反面。什么正反面啊？宋白宇当时就这个表情，以心理学的方式，你分析分析。那这有很多种意思。我当时给他说了，缠着连文方平，他就这个表情。你认真的解读一下。这也太细微了吧？你再仔细看看。真看不出来。难道是我太敏感了？从理论上来说，你研究微表情是有意义的，但是这只是你的主观判断，连录像都没有，所以不算数。你慢慢走，总会找到出路的。我觉得我刚刚做的不太像，我再给你做一遍。沈梦大哥，我还有工作，这样，我回去看看书，等我看明白了，我再告诉你。记得联系我。好。嗯。这14年前，这宋白宇还是个孩子，在香港读书呢。14年前，宋白宇是还小，但是现在，他是王大志的律师，还去过彭娟家，太可疑了，必须得查。我说，老周，老周，是这样，经过公安初步筛查，全国有几十个地方能够烧制这种高仿瓷器。而且还在不断更新。涂队刚刚打电话问我，咱们能不能通过技术层面有一些突破，来缩短一下筛查时间？或许可以试试公布分析。辛苦了啊！好。跳环。这骨瓶的微量元素和样本石的重合率非常高。喂，老周，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来源地二龙山。好，那麻烦你们去一趟二龙山，给公安做一下技术支持。嗯，好的。走吧。行。二龙山烧窑卖瓷器的都有好几十户人家呢。这个村子就是靠卖瓷器和工艺品为生的。我们在村子里走访过，大家反映，从器型和釉色来看，肯定不是批量生产的。那就是说，是给偷文物的人专门定制的。而且烧制的工艺非常高超，就算在二龙山，也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手艺。经过筛查，我们锁定了3个人：田晨、刘宝才和这个冯杰。没错，我们已经对3人进行了问话，但是没有人承认自己烧制了赝品瓶子。现在我们只能以协助调查的名义留他们24小时，一旦调查时间结束，制造赝品的人会不会着急把证据毁掉？时间紧迫，希望你们能尽量找到一些线索。已经14年了。是，我也想不到，什么样的痕迹能保留10几年不被破坏？
真有问题，我给你想办法。紧急报关的事情搞定了，等大马出货就行。大师，给这个留给你脱身用。如果我们出货之后，警察还没找上你，你就把它砸了。你放心。走了。我想跟你谈谈瓶子为什么不扔？我得给自己留个保险。你要什么？我放在彭娟家的东西你已经拿走了吧？那东西卖的钱我要一半，还有我要出去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无罪释放是不可能的。我顶多帮你争取一下，少判个几年。宋律师，你那么大本事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笑什么呢？我问你话呢。王大志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信不信？我把他供出去。好啊。他叫什么？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承认盗窃那种级别的文物，你一辈子别想出现了。宋白云，你阴我！我阴你干嘛呀？我为什么要阴你啊？凡事都是要讲究证据的。就算你现在把警察叫进来告发我宋白云，他们在我身上什么也查不出来。我还能告你一个诬陷罪，直接把你丢下不管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还是那句话，我呢，争取一下，帮你少判个几年，你还能跟你老娘松手。冯杰啊，你在03年的时候全款购买了一辆车，当时这辆车价值是3万，你从哪儿来的钱啊？我存的。你存的。99年的时候，你的银行账户几乎没有存款，而且你每年收入都固定的，你从哪儿存的钱？我接了一个烧活，就赚了一笔。当时是谁找的你？接的什么活？都10几年了，早忘了。停一下。公安调查了银行流水和车房购买记录，只有这个冯杰买车的钱来路不明，非常可疑。而且远浩在冯杰家卧室的床下面发现了另外一只瓶子。行啊，你们2位这回又给技术处理功了，辛苦啊！应该的。
继续。这个是在你家发现的，上面全部都是你的指纹。这2只瓶子是不是都是你烧的？我们现在怀疑你有诈骗行为，而且涉嫌的金额巨大。我没有。制假、贩假还不是诈骗？警察同志，我真没有。那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？说话。当年有个人拿着这个方瓶照片找到我，说是让我定制这个方瓶，要求能够以假乱真。但是我不知道他拿这个瓶子去诈骗。10几年前，这么一件工艺品也就值个几百块钱吧，他出3万，你都不怀疑？这个瓶子确实难烧，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才成功的一窑出了这么2件。找你的人知道有2件一模一样的吗？我舍不得砸，我就留下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藏在床下面。这期间，我拿出来几次给别人看过，但是没有人愿意出高价。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砸了它。当时谁联系的你？联系方式还有吗？我没有他联系方式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真名是什么。那他长什么样？他每次来都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。他没留真名，那你平时是怎么称呼他的？他让我叫他穆先生。公安根据冯杰的描述，给穆先生做了一个画像，东聪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个不是博物馆监控录像拍到的人吗？公安高度怀疑，这个穆先生很可能就是和王大治联手实施盗窃的人，所以图队又提审了王大治。王大治承认了自己认识穆先生，但是呢没见过，也不知道这个穆先生长什么样，所以没有什么有效信息。没事儿，只要有证据，就算是零口供，这案子也能推下去。我们会继续查。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在于揪出这个穆先生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公安已经拿到了冯杰的通讯设备，小罗、晴晴，你们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可疑信息。好，还有杨波，图队怀疑这个冯杰可能还有没交代的，你研究一下他的笔录，给他做个策划。好啊，大家就赶紧抓紧忙活起来吧。行吧，散会。好。谢谢。哎，这冯杰不是已经承认2个瓶子他做的了吗？你为什么还在看光谱检测呀？反复研究已经有的证据，才能让证据链更加落地。哎，那个瓶子你怎么找到的呀？我瞎蒙的。好好说话。查指纹嘛。但是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环境里都会留下大量的指纹啊。这指纹的分布也能说明这个人的生活轨迹，但是找到这个瓶子，真的是意外惊喜。等于说瞎蒙现在也是一种技术。不是，这就说明我运气好，人品好。辛苦大家了啊！大周末的还得加班。公安呢，又询问了冯杰，冯杰终于在穆先生这个事儿上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。严重花粉过敏。怎么样？有什么看法？根据冯杰的交代，他说穆先生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状，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点。很难，花粉过敏属于速发性过敏反应，有长期发作的可能，也有临时发作的可能。远浩说的也没错，
但是关于穆先生的信息点，我们确实太少，所以一个点都不能放过。冯杰也交代，说他只记得这个穆先生开一辆黑色丰田车，至于型号、车牌没有印象。公安去车管所调取了信息，03年，我市黑色丰田车保有量是3120辆，这是一个庞大的检查量，而且我们还不能排除他这个车是租的或者是借的，我们呢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。小陆啊，哎，你也想一想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稍微查得快一点。现在仅有身高数据和花粉过敏2条信息，辅助性的参数还是太少了。要想继续查下去，可能还是很困难。我们想办法。行，抓紧时间弄起来，好吧？散会。好，老周，有没有我能负责的？等等吧，找着穆先生再说，好吧？啊。你们这边怎么样了呀？兰姐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帮帮我们。兔队说了，他可以帮我们调取医疗记录，但我看过了，现在的数据啊还是太庞大了。要想再缩小点范围啊，我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关联性推理法。咱们开始吧。来，芊芊，打开建模。哦。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人就是穆先生，已知信息：身高1.77米到1.79米之间，他有一辆黑色丰田车，当时的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，体型中等。根据监控视频来看，这个穆先生应该是短发。短发，芊芊，根据当时驾驶证上的照片进行检索，521条。还有，这个穆先生对古董非常了解，他要么就从事相关的行业，要么就是有相关的学术背景。文化背景。当时这个穆先生是开车去找的冯杰，那如果车是他的，他经济条件一定不差，而且他也没想伪装自己，要不然也不会开车去。怎么那么像一个人呀？像谁呀？不可能。没什么，我能想到差不多这些了。你已经帮我们大忙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芊芊，整理一下，发给兔队。好的。别焦虑啊，焦虑没有用。我没有焦虑啊，挺好的。那就好。
我还需要03年时候冯杰作坊的照片，这里边没有了。我们找过，确实没有。嗯，有问题找政府啊。大家注意了，谁家存着2003年老冯家土窑的照片，麻烦送一趟村委会。麻烦送趟村委会啊！是这意思吧？是的，谢谢。协助你们公安同志破案，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。合影也行啊，只要背景是老冯家土窑就行，啊，你们都抓点紧啊！我尽力用啊。没事。还不下班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等到结果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来，你看看。你看出问题来了吗？我已经放弃思考，你能不能直接说？家里种了花，土窑附近也种了花。冯杰交代过，说穆先生去过土窑几次，但是没有出现过敏的反应。你的意思是，冯杰说谎，或者说，穆先生说谎。公安已经连夜调查了符合条件的丰田车主的病历，既符合时间节点，又去看过眼科的人，总共只有13个人。名单中有几个人目前已经不在韩江市了。秦修文，涂队跟我说过，秦修文专家跟你父亲是旧交，这次也请他帮着鉴定了。不过这次他确实符合我们的筛查标准，而且03年他得过一次胃囊炎。我觉着还是要把秦修文调查清楚，是吧？监控中的嫌疑人特征清晰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视频来分析一下血型特征10多年了，这血不好找。那行走动力定型和步伐特征分析呢？这事儿啊，你得找小陆。现在做不了，没有对比样本啊。明白。爸爸，我现在就想吃了。如果这事儿真的跟秦叔叔有关，哎，来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来。哎，你把那个帽子给他弄正了啊！加油！爸，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门没关。如果你想问我的意见啊，那就是面对你内心的怀疑，然后上报。我怀疑什么呀？你跟秦秋文认识这么多年，你怀疑什么？你自己应该知道啊。再跑一趟，你着急吗？着急。行，上来给你拿去。好，给你拿着啊。你看这够不够？够了。还有这个，拿去买点像样衣服啊！捯饬捯饬，赶紧把自己嫁了。我不要，等我嫁出去再说吧。嫁出去还有呢，我这没儿没女的，钱不都是你的呀？赶紧嫁啊！秦叔叔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你慢点开摩托。好嘞。
1.75米，这什么呀？秦叔叔的身高。哪儿来的？我今儿早拍的。哎，你看啊，这秦叔叔身高1.75米，监控视频里面的人身高是1.77米到1.79米。李兰，你私自去找秦修文，这属于违规调查呀。哦。但纪律就是纪律。我要找到确实的证据。那你把视频交给老钟，算是咱俩一块儿去的。不需要了，秦叔叔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哎，老钟，是我。我们一起发现了一个新的证据。对，但是需要声像实验室的配合检验。好，谢谢老钟。哎，大拿来了，刚才老钟给我打电话了，你们要处理什么？不是我们，是他。来，这有视频，帮我弄一下。没问题。哦，对，停一下，这个位置，帮我放大，做图片精细处理。没问题，1分钟。好。好了，就是他。我用一下啊。好。还有其他的吗？谢谢，没有了。这上点年纪吃点保健品没什么问题吧？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，你就别跟着我了，行吗？哎，你们俩可真够可以的，吵架都吵到别人这儿来了。江年，这个带排查人员的就医记录你是不是都有啊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这秦秀文近几年有没有去骨科就诊的记录？稍等啊。秦秀文，哎，还真有啊。秦修文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，大夫给他开了很多药。有这个症状的人，到了一定年纪，身高会变矮。嗯。也就是说，你刚刚测算秦秀文的身高，不是她14年前实际的身高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扰一下，有人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你们俩说的有一个字我都听不懂。我会查清楚的。喂，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出货？哎，等我有时间我再联系你啊。
我对秦修文和14年前经过视频里的这个人做了步态识别。来，步态分析的结果显示，秦修文与监控录像中男子对比，特征重合率65%。虽然这个结果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，但秦修文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值得怀疑的人。这个视频的角度不一样，那准确率也会降低的。这非同一角度下能有这样的重合率？65%啊，不也是可能吗？证据必须100%，没有可能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还原真相。小陆，你把这个视频的结果汇报给老钟，是否对秦修文进行进一步调查，还得让他和土队决定。行，没事。怎么，大哥，你不高兴啊？我没事。哎，今天中午食堂海鲜饭，要不咱们一块？我有事儿，你自己吃吧。钟检察官，秦修文让我去他家一趟，我觉得一定有事儿。那我回来再向你汇报。好。兰兰，不是让来吃晚饭吗？秦叔，你想说什么？进屋再说吧。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你跟我说这些，就是想说你和国保安没有关系是吧？你看看吧，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。小勇，这个瓶子你不能拿走。瓶子我拿走，今晚就没你事儿了。小勇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条不归路啊！咱们兄弟一场，你不能逼我做错事啊！少废话，我拿不到东西，你觉得你出得了这个门吗？你要想想兰兰和小娟啊！你回去做你的警察不好吗？我就当今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。哼，我压根儿就没想着再回去。你不用再说了。
他的声像资料就一点都没有？没有。涂队也把这个音频给跟林队工作的老同志听了，他们听音频。很了解，对吗？他知道，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就像亲人一样。所以他找你做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他足够的信任你。我想是吧？那你知道他做的事儿吗？那个时候啊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他老拿一些东西让我看真假。后来我就有点怀疑了，我说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他也就跟我坦白了，而且还让我加入他们团伙。我这个人就干不来这个事情，我就劝他退出来。我两个人一来二去，那个时候关系闹得挺僵的。那你们后来都没有再联系过？不怎么联系了。先生，喝水。哎，既然像亲人一样的关系，你当时为什么要录音啊？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不小，我怕万一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之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就留了个心眼儿，录了点东西。那你为什么要将录音交给林兰呢？前一阵儿，检察院不是让我看那个假瓶子吗？看完之后，我发现兰兰对我态度就不是很对了。我也知道你们开始查这个案子，与其让你们这么查来查去的，还不如把它拿出来。反正你们一定也会查到嘛。
说句实话，我从来没想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过。肖勇，人都死了，你不能再往他身上泼脏水。我也希望兰兰一直认为他爸是个英雄，是个好警察。那你知道林小勇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吗？我想，大概其也就是内讧了吧，黑吃黑什么这种的。关于车辆的问题，我们对秦秋文再次进行了询问，他也承认了，03年的时候他开了一辆黑色的丰田车。不过你再问他其他的事儿，他基本上就是一问三不知。我们现在正对他的财务状况、社会关系进行调查，目前还没什么结果。针对录音的询问也毫无破绽。现在的关键还是证据太少。不过呢，这2次问话呀，我们对他的声纹都进行了采样，可以跟之前的声音进行比对。声纹鉴定方法及其应用。咱俩一起看，有不懂的直接问大拿。小勇，这个瓶子你不能拿走，瓶子我拿走，今晚就没你事儿了。小勇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条不归路啊！咱们兄弟上一个做了错事，少废话。我拿不到东西，你觉得你出得了这个门吗？你要想想兰兰和小娇啊。警察不好吗？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什么都会发生。喂，报告送来了啊，是你过来还是我？老何，怎么样？那个，这条录音没有剪辑痕迹，至少从录音本身来看，没有任何伪造的迹象。那数据分析、声导音轨这些查了吗？音频文件损失太严重了，没有办法进行更加细微的检测，而且很多信息都丢失了，更加无从判断。音频文件一旦被转换成 MP3 这类感知编码的时候，转化过程中丢失的声音信息也是无法找回的。这段录音对我们来说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。不过林兰，你也别着急啊，虽然录音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这个声音的真伪，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实。是啊，顾哥说的对，而且老钟不是说了吗？土队要去找秦秀文问话，说不定能问出点什么来。哎，老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秦修文的询问结果怎么样了？方便吗？公安刚刚结束对秦秀文的询问，没有任何破绽。你是帮林兰问的吧？你帮我跟他说一声吧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了。继续查。辛苦你们了啊，没事。
上车。你是在可怜我吗？你也可以下车呀。为什么倒霉的事都发生在今天？该发生的一样会发生，这跟倒霉没关系吧？我觉得你真该休息一下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这个状态，不太适合继续在这个案子里工作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回避吗？爸，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。像我一样？嗯。兰兰，来。爸爸这个工作啊，有时候一忙起来，没日没夜的，经常回不了家，也照顾不了你。爸爸是希望你长大以后啊，能健健康康的、快快乐乐的，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我就想当警察，以后你到哪我就跟你到哪。好，你做什么决定啊，爸爸都支持你。好。干嘛？这个趁热吃，我只会做这一种。啊，对了，这个门我不锁了，有急事找我。肉的来俩。那边扫码是吧？谢谢啊。喂，燕楚。我为什么要现在停止工作啊？副单位。图队那边给消息了，暂时没有找到林小勇的音频资料。毕竟10几年过去了，难度确实有点大。但图队呢也没放弃，已经发动当年跟林小勇一起工作的老同志，看谁手里有音频资料。哎，燕楚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说这事儿，问问林兰，还是再等等图队那边消息吧。现在给他希望，将来失望更大。钟楚。哎，林兰。燕楚，我工作还没有完成，这个案子还没有结，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赶我走？辞职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，
现在好不容易走流程了，那怎么是我赶你走呢？燕初，我还不想走。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，这样对他更好。您觉得呢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